1619年，辽东，风里带着一股洗不掉的血腥味。在萨尔浒的旷野上，大明立国200年来最精锐的10万将士，此时正化作累累白骨。那是大明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至暗时刻。当时的人们形容辽东局势只有4个字：谈辽色变。你要知道，在萨尔浒之前，大明在东亚是绝对的武力天花板，但仅仅5天时间，努尔哈赤用平而几路来，我只一路去的急速运动战，彻底打碎了大明军队的脊梁骨。此后的辽东就像一间漏风的屋子，明军将领们在跑，文官们在吵，皇帝在沉默。更有甚者，满朝文武竟然在认真讨论一个建议：放弃辽东，退守山海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要把数百万百姓、数千里的江山拱手让给刚刚崛起的后金。就在这个大厦将倾的关头，一个60岁的老人孙承宗走上了城墙。他是天子的老师，是个拿笔的文官，但他一眼就看穿了这场战争的底层逻辑：大明输，不是输在力气，是输在空间管理。他落下了关宁防线的第1枚棋子。很多人以为修墙就是被动挨打，但孙承宗眼里的关宁防线是一套精密到骨子里的防御算法。孙承宗亲自带着圆规和比例尺，在辽东的大地上丈量。他提出的关宁锦防线，本质是在辽东铺设了一张巨大的传感器网络。这套体系的核心逻辑是以点带面，步步为营。从山海关向外延伸，宁远、锦州、塔山，这些城池不是孤立存在。孙承宗设计了精密的烽火台系统，哪一座城被围，方圆50里的援军必须在2个时辰内赶至。更硬核的是，他把明军从野战菜鸟变成了堡垒专家。他不再强求士兵去和8旗马队拼刺刀，而是让他们躲在加厚的城墙后，学习操作最先进的火炮。这背后是一笔极其恐怖的账单。大明每年要拨出400万两白银来养这条线，这钱是从江南的丝绸里，从农民的口粮里一分一厘抠出来的。孙承宗在用大明的国帑去对赌后金的人口红利。1626年正月，努尔哈赤终于坐不住了。他带着6万从未尝过败绩的铁骑，直扑宁远。此时的宁远城只有袁崇焕和不到2万名残兵，但这城头矗立着11尊名为红夷大炮的青铜怪兽。这些大家伙不是国产，而是从澳门购买由英国制造的舰载加农炮。很多人好奇，为什么几门炮就能守住一座城？因为袁崇焕在这里实验了一套极其先进的火力覆盖体系。他把城外划分为3个色带，最远端是重型炮的死神禁区，中间层是佛朗机炮的密集火力网，城墙根下是万人敌火海。当努尔哈赤的8旗兵顶着盾车冲锋时，他们看到的是从未见过的地狱。10斤重的实心铁球以每秒数百米的速度脱膛而出，击碎盾车，并在人堆里犁出一条血肉胡同。这种来自工业文明的物理冲击，瞬间摧毁了后金士兵的心理防线。战神努尔哈赤在这里受了致命伤。他在临终前感叹：朕自25岁起兵，征战40年，未有如此之败。这就是宁远大捷。它不只是勇气的胜利，更是技术代差的胜利。努尔哈赤死了，更可怕的对手皇太极登场了。皇太极学聪明了，
他不再硬撞城墙。1627年，他围困宁远和锦州，试图引诱明军出城野战。在皇太极看来，只要明军敢离开城墙，八旗铁骑就是无敌的。但他失算了，因为关宁防线不仅生出了盾牌，还长出了獠牙——关宁铁骑。这支部队的装备极其奢华，每个人都配备了最厚重的复合甲，手里的核心武器是3眼铳。这种武器既能远距离齐射，打完火药后翻过来就是一根沉重的狼牙棒。在宁远城外，明军第一次主动打开城门，在大地之上与八旗精锐展开了硬碰硬的对冲。那一仗，明军不仅守住了城，还打出了八旗兵的心理阴影。关宁铁骑用实力证明，只要钱给够，装备够硬，汉家儿郎同样能在大平原上正面硬刚最强悍的骑兵。1641年，故事来到了终点。这是大明王朝最后的梭哈，崇祯皇帝已经等不及了，他催促主帅洪承畴带着13万精锐发起总攻。当时的战场在松山和锦州之间，洪承畴本想稳打稳扎，但皇帝的催促让他被迫速战。皇太极展现了超越时代的战略定力，他不跟你硬拼，他断你的粮道。13万大军因为一封来自京城的催战诏书，在短短几天内陷入了断粮的死境，突围变成了大溃败。那些在辽东苦心经营了10几年的老兵，在松山的烂泥地里被成片成片的收割。洪承畴降了，大明最后的机动力量彻底打光。关宁防线这根续命的绳子，终于在这一年崩断了。复盘关宁防线的17年，我们到底在看什么？它曾是大明最坚固的盾牌，曾让八旗铁骑望洋兴叹，但它也像一个巨大的黑洞，吸干了大明帝国最后一滴鲜血。为了养活这条防线，崇祯皇帝不得不向全国加收粮饷，导致内部起义风起云涌。这是一种极其讽刺的死循环。你为了防范外面的火，却点燃了家里的柴。1644年，当吴三桂打开山海关大门时，这条耗费了数亿两白银、无数名将心血的防线，在1天之内失去了意义。历史没有假如，它只留下残破的城墙，在风中诉说着那个关于坚守、牺牲与宿命的终局故事。